从曹商仕制看千古不变的逐利之丑。今天我们来讲讲《庄子·列御寇》中一个辛辣讽刺的故事——曹商仕制。在日常生活里，大家或许都见过那种一朝得势就破，不及待炫耀的人。你瞧，当一个人突然获得巨额财富或权势时，旁人难免会揣测他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。而曹商仕制的故事恰如一面镜子，清晰映照出这类现象。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，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，他为宋王出使秦国出发时，宋王赏赐给他数乘车马。到了秦国，曹商凭借溜须拍马的本事，成功博得了秦王的欢心。秦王一高兴，又赏给他100乘车马。在古代，车马可是极为重要的战略与生活物资，4匹马拉一辆车为1乘。战国时，万乘之国不过寥寥7个，1000乘之国也仅有5个。曹商一人就获赏上百乘车马，这是何等夸张的荣耀！曹商带着这些赏赐回到宋国途中，遇见庄子，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得意，在庄子面前炫耀起来。过去我住在贫民区，靠编织草鞋维持生计，饿得面黄肌瘦，这是我不如别人的地方。但如今，我不仅得到宋王的赏识，还获得秦王的青睐，从一穷二白到拥有庞大的车马队，这才是我擅长做的事。庄子听完，毫不留情地回应道：“我听说秦王生病时，召集一生，承诺能为他治疗痈疮疖子的赏车1乘，能为他舔舐痔疮的赏车5乘，治疗的部位越卑下赏，赐的车马就越多。你得到这么多车马，难道是为秦王舔舐了痔疮？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赏赐？你快走开吧。”庄子这番话听起来尖锐刻薄，却道出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有所得必有所付出，而且得到的越多，付出往往也越大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人，看到他们骤然获得财富或地位，心里难免犯嘀咕，只不过多数人只是在心里暗暗怀疑，而庄子却敢于当面揭穿，撕开那些炫耀者的虚伪面具，令人拍手称快。后来人们便用秦制来讽刺那些为了财富不择手段丧失尊严的人。曹商仕制并非个例，历史上还有不少类似的故事。战国时期，赵国太子赵衍患有痔疮，大臣郭开为了讨好他，经常为其舔舐痔疮止痒，因而深得赵衍宠爱。赵衍继位后，郭开凭借这份宠信当上了相国。此后，他大兴土木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引得赵国百姓怨声载道。赵衍去世后，赵谦继续任用郭开为相国。此时，赵国国力已大不如前名将庞暖、乐成乐监督已离世，只有廉颇、流亡在魏国。秦国见赵国无强将可用，便兵分3路进攻赵国连克10余处重镇。朝中大臣建议赵王召回廉颇、郭开，却担心廉颇回来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于是不顾国家利益，极力反对，还声称廉颇年近70，体弱多病，连战马都上不去。大臣们对此表示怀疑，提议派人调查。郭开无奈默许，转头却用重金贿赂了使节，最终成功打消了赵王召回廉颇的想法。后来秦赵开战，赵军在李牧的指挥下顽强抵抗战事，陷入僵局。秦王嬴政召集大臣商议对策，大家一致认为要攻克邯郸，必须先除掉李牧，而离间计是最好的办法。赵王宠信的郭开则是实施离间计的最佳突破口。郭开最大的弱点就是贪财，嬴政派大夫王敖带着1万两黄金潜入赵国，成功收买了郭开。郭开得到重金后，将赵国的存亡抛诸脑后，入朝诬陷李牧私通秦国，预谋叛国，并伪造了李牧写给秦王的书信呈给赵王。赵王不加分辨，立刻罢免了李牧的兵权，还派人将其杀害。1年后，赵军全线溃败，秦军攻破邯郸，俘虏了赵王。直到这时，赵谦才明白自己最信任的相国郭开竟是个卖国求荣的奸臣。郭开在作恶时，有一个细节发人深省。王敖曾问他：“你不怕赵国灭亡吗？”郭开回答：“赵国的存亡是国家的事，可廉颇是我的仇敌，为了泄私愤，他竟将国家安危置于不顾。”这就是那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之人的逻辑。再回头看曹商仕制的故事，庄子的话看似酸溜溜，实则揭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：一个连尊严都可以舍弃的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他们为了追逐财富和权势，不惜放弃底线，做出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。在当今社会，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这类现象依然屡见不鲜。一些人为了获取利益，
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良心，做出损害他人和社会的事情。我们应当从曹商士志的故事中汲取教训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坚守道德底线，不被财富和权势迷惑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自我，不沦为利益的奴隶。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故事能多一份思考，在追求成功和财富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尊严和底线。尽管时光已跨越了2000多年，曹商士志这类故事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成为尘封的历史。在当今社会，从商业领域到职场空间，再到网络虚拟世界，追逐利益的身影无处不在，逐利之丑也以各种新形式粉墨登场。在商业市场中，一些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，不惜践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。例如，某些食品生产厂家为降低成本，违规使用劣质原料，在加工环节添加大量有害添加剂，他们全然不顾消费者的健康安全，只为了让产品在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，进而获取巨额利润。这些企业如同现代版的曹商，以牺牲他人权益为代价，来换取自身的财富积累。与之类似一些不良医药企业，在研发环节弄虚作假，夸大药品功效，欺骗患者。当他们在豪华办公室里数着不义之财时，可曾想过那些因虚假宣传而延误病情的患者？在职场中，曹商式的人物同样屡见不鲜。为了升职加薪，有人不惜诋毁同事，踩着他人的肩膀向上爬。他们对领导阿谀奉承，投其所好，却对工作敷衍塞责。有这样一位员工，为了得到领导的青睐，主动揽下同事的功劳，在领导面前夸大自己的贡献，对同事的付出只字不提。更有甚者，为了获得晋升机会，泄露公司机密给竞争对手，以换取对方给予的利益。这些人就像职场中的毒瘤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损害了团队的凝聚力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网络空间也成为逐利之丑的新舞台。一些网红为了获取流量和关注，不惜突破道德底线，拍摄低俗恶俗的视频内容。他们以扭曲的价值观吸引眼球，误导观众，尤其是对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还有一些网络诈骗分子利用各种手段骗取网民的钱财，他们编造虚假故事，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和贪念实施精准诈骗。这些行为与曹商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的行径如出一辙，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和谐与稳定。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逐利现象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首先，个人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财富观。财富和地位固然重要，但绝不能以牺牲尊严和道德为代价。我们要明白，真正的成功和幸福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和品德的修养，而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利益。其次，社会应加强道德教育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。学校、家庭和媒体都应承担起教育的责任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，摒弃逐利之丑。最后，法律制度要不断完善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。只有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，才能有效遏制逐利之丑的蔓延。曹商士志的故事就像一口警钟，时刻提醒着我们要警惕逐利的诱惑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我们要坚守内心的底线，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以正确的方式追求成功和财富。当我们面对利益的诱惑时，不妨想一想曹商的故事，想一想锅开的下场。让我们从这些历史故事中汲取教训，用智慧和勇气抵制逐利之丑，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道德的守护者，让逐利之丑无处遁形，让尊严和正义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绽放光芒。让我们将对道德的坚守化作行动，从自身做起，点滴汇聚，使公平正义成为时代底色，逐利丑态永无容身之地。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